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爆火之後依舊守護舊愛。網傳王鶴棣為結婚和公司鬧掰，10年女友究竟是什麼來頭？王鶴棣又被推到風口浪尖了。這次不是因為新劇，不是因為不舒服，而是因為10年女友。狗子劉大錘在直播裡信誓旦旦，兩人沒分。甚至還爆出一個更猛的料，王鶴棣曾因為想和這位素人女友結婚，直接跟經紀公司鬧掰了。消息一出，全網譁然。而當兩人合照被爆出來後，外界又是一片譁然。怎麼是他？王鶴棣的星途，那絕對是標準的過山車模式，大起大落，讓人心驚肉跳。時間倒回2017年。一個叫王鶴棣的四川小伙，通過選秀綜藝超次元偶像出道。那時候的他，是典型的天選之子，出道即巔峰，直接被柴智屏欽點，演了新版《流星花園》裡的道明寺。雖這一版翻拍於國內而言爭議頗大，然而在海外市場，其確實地火了，出現了爆火的情況，引發了熱烈反響。王鶴棣這3個字開始被內娛記住，然而他那堪稱真正意義上的封神之戰，實則還的是在2022年之時，那部呈現出極度瘋狂態勢的作品《蒼蘭訣》。他演的東方青蒼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3屆第1大魔頭，拔情絕愛，武力值天花板，偏偏就遇上了個小蘭花，那種本作可是為了你呢，心甘情願去承受雙嚴定施加的刑罰，這般的反差感覺，使得無數觀眾直接掉進坑中。這部作品有多火？開播10天，它漲粉近100萬，單日漲粉23萬，態勢銳不可當，更是徑直衝破了愛某易該平台破萬用時的最快歷史記錄。豆瓣8.1分，近74萬人打分。在古偶劇的領域中，這般數據堪稱降維打擊。那一年，王鶴棣翻身了，從玉龍裡被群嘲的古偶醜男，愛演技，申遺變成了古偶美男的代名詞。商業演出邀約紛至沓來，代言合作應接不暇。所有人都覺得內娛新一代頂流的寶座，他算是坐穩了。但有句話說得好，小紅靠捧，大紅靠命，長紅靠德。王鶴棣在經歷爆紅這個狀況之後，其手中明明實際上是拿着一手極為厲害的牌，然而卻在這種情形下開始有了些許仿佛飄飄然般的狀態。那就是說，他自身所具有的未曾被娛樂圈予以打磨的真性情樣態，開始展現出並非那麼易於討人喜歡的一個方面了。網上開始出現各種聲音，說他在商業演出時偷懶敷衍，代言產品時收割消費者，甚至把潮牌店打造成為了如同專注於斂財的韭菜店一般，由於定價荒謬至極，從而遭到眾人的嘲諷。從萬眾矚目的月尊大人到口碑微妙，這速度比他紅得還快。他親手把一手好牌打了個稀碎。然而，這只是個開始，更猛烈的暴風雨還在後面等着他。事情的導火索還得從今年7月初的那檔綜藝說起。當《親愛的客棧2026》臨近結束的時候，節目制作團隊聯合各位嘉賓，給作為客棧主要管理者的王鶴棣頒發了一個有着別樣趣味的搞笑類獎項，名字叫最佳你只是個王鶴棣獎。沈月以及其他好友在旁邊跟着起哄，聲稱他們私底下存在一個小群系，這個小群是專門用以吐槽的地兒，在這個小群裡單單沒有王鶴棣。說實話，這種諧音梗在真正的朋友之間真的再正常不過了。後來他們也解釋了，這個群不是孤立，是為了給他準備驚喜。可他偏要把事情往壞處想，於是節目播出完後，
他凌晨的時候發了一篇內容，當時確實不舒服。隨後工作室火速轉發撐腰配文：敏感不是軟弱，我們要學會表達。這一下算是徹底炸了鍋。原本只是朋友間的一句玩笑話，被正主這麼上綱上線的一鬧，直接變成了沈月帶頭孤立王鶴棣的陰謀論。沈月不得不連夜發文道歉，解釋來龍去脈，甚至卑微地說：王鶴棣在我心裡是十項全能。如果事情到這裡就結束，或許也只是一場粉絲間的混戰。但互聯網是有記憶的，網友們最擅長的就是回旋鏢式打臉。大家突然發現，那個因為一句諧音梗就大喊不舒服的王鶴棣，自己平時開起別人的玩笑來，那叫一個沒輕沒重。首當其衝的就是沈月本人。網友扒出，早在流星花園時期，他不僅當着他的面吞雲吐霧，讓他吸二手煙，仍於遊戲環節之中蓄意把他絆倒，進而強行在地面拖行，差點致使他撞上牆角。對前輩，他口無遮攔，在綜藝裡當面調侃黃曉明：小明哥，你這都埋半截了。對同行，他下手沒輕沒重，暴力拉扯丁程鑫的頭套，導致對方頸部紅腫一片，在對抗遊戲中致使張彬彬受傷。拍戲的時候不小心傷到了對戲演員，沒有道歉，還理直氣壯地問：那你當時不說？被網友戲稱王鶴棣這般簡直是靠着一己之力構建起了個內娛受害者聯盟。平常自身針對他人毫不留情，怎麼一到自身這裡，連略微帶有諧音的語句都承受不了了呢？這種極致的雙標徹底惹怒了路人。一夜之間，全平台掉粉超過20萬，就連他爸爸的店都因為他遭了殃。不舒服文學瞬間成了全網玩梗的素材，甚至被解讀成職場和人際交往中的一種諷刺用語。大家借機在發洩一種情緒：既然你以前讓別人那麼不舒服，現在也別怪大家讓你不舒服。這場風波讓他的路人緣幾乎敗光。原本是真性情的狀態，卻轉變為了沒禮貌的表現。先前是耿直 boy 的模樣，現如今變成了雙標怪的樣子。事業遭遇重創，口碑跌入谷底。就在這個關鍵節點之際，一個已隱匿10年的秘密陡然間被拉至眾人眼前。03前一陣子，狗子劉大錘開展的一場直播爆料，又一次將王鶴棣牢牢地固定在了熱搜榜單之上。這回不是關於言論，而是關於一個藏了10年的女人。按照劉大錘所爆料的情況來看，對象是王鶴棣，存在着一個女友，其並非圈內人士，而是來自圈外。這個女友從學生時代開始就與王鶴棣有交往關係，她的名字叫做劉毅。時間線甚至拉回到了2016年，從他參加選秀到被群嘲，再到爆紅，這段感情據說是貫穿始終，長達10年，甚至存在爆料說早在2025年最初的時候，王鶴棣竟然是由於想要跟這位身為素人的女友步入婚姻殿堂的緣由啦，而和經紀公司發生了激烈爭執。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此前坊間一直有傳言稱王鶴棣被公司壓着不許公開戀情。其實這段戀情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早在2018年的時候，他就被多次拍到去劇組探班。2020年的時候，他們還被拍到一起同行。最錘的一次是2025年8月。一段長達27分鐘的酒店吵架錄音流出，錄音中女方情緒激動，提到了多個字眼：在一起10年，你以前不是這樣的。在那個時候，工作室速即進行闢謠，表明那個錄音是被惡意剪輯制作出來的。工作室宣稱錄音裡的女方不是外界所推測假定的身份，
實際上僅僅是工作室的一名平凡的工作人員而已。但如今劉大錘信誓旦旦的直播改口，名為兩人，不但未曾分離，並且情感始終處於時而分離時而聚合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如今，甚至放出狠話，100%沒分，可以為自己說的話負責。消息一出，網友的反應出奇的一致，一邊是反覆無常、前言不搭後語的狗子，一邊是始終沉默、公關話術滴水不漏的工作室。這瓜雖然保熟不保熟不知道，但王鶴棣痴情種的人設似乎已經在輿論場先立住了。回看王鶴棣這一路，像極了一場高開低走的真人秀。從四川樂山的民航學院走出來的空少，到一夜爆紅的古歐頂流，他的逆襲故事曾經是內娛最拿得出手的勵志劇本之一，並非具備背景，並非擁有資本給予的支撐，完全憑借某一個角色，從而突破重重阻礙脫穎而出。那時候大家都說，王鶴棣是民選的奇蹟，只可惜流量的反噬往往來得比成名更快，也更猛。一句不合時宜的不舒服，像推倒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不僅讓他和相交8年的好友沈月關係降到冰點，更是將他在為人處事期間那一些遭到忽略的雙標細節，一樁樁翻出來擺在陽光下暴曬。對朋友沒輕沒重，對前輩口無遮攔，對同行下手不知分寸。等到別人一句玩笑話落到自己頭上，立刻跳出來喊不舒服。這種反差遠比任何黑料都更趕粉。而這一段被狗子反覆進行翻炒的10年戀情，它更像是一把懸在頭頂之上的雙刃劍，一面讓他背負欺騙粉絲的罵名，被指責端着單身人設吃紅利；另一面又陰差陽錯地給他貼上了痴情長情的標籤。有人罵他虛偽，也有人誇他專一。同一個故事，硬生生被解讀出了2個極端。這出大戲顯然還遠遠沒到大結局的時候。王鶴棣手裡剩下的牌還有多少？是逆風翻盤，還是繼續墜落？就看他自己接下來怎麼打了。